我就在你们的面前，眼睁睁的看着你和别的女人好，然后自己的亲生孩子不能相认，我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倩倩，冷静点。我没有办法冷静，让我怎么冷静？我每天一闭上眼睛就是妞妞，一睁开眼睛还是妞妞，我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姚倩倩，不好意思，继续。倩倩，好点了吗？额头这么烫啊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去，你陪着我就好了。可是你发烧呢。吃点药就行了。把水滴一下给我。我今天去见妞妞了。当我知道她是我的女儿的时候，我看她怎么就那么可爱呢？我好喜欢她。可是她一点都不喜欢我，还叫我老巫婆。倩倩，放心吧，妞妞还小，她不懂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那你会把她带回来给我吗？你不知道，我看她那样对我，她不知道我是她亲妈，我心里面有多难受。放心吧，妞妞会喜欢你的，毕竟血浓于水。那你今天晚上会留下来陪我吗？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留在家里面吗？不是的，倩倩，我很久没有陪妞妞了，今天晚上我去陪陪妞妞。借口，你都是借口。你就是因为叶静怡，你就想每天早上起来以后抱着她，贴着她的脸，跟她说你爱她，对吗？哎呦，我的宝贝倩倩呀，你又着凉了，这样。别孩子气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叶静怡现在已经分房睡了。我因为妞妞的事情，我的心都快碎了。你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吗？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好了，我的倩倩是最听话的了，再忍忍。好吧，算了，那你就多待一会儿吧。我想喝粥。我现在给你做，啊，盖好。叶静怡，你就多幸福几天吧。
妞妞睡了呀？睡了。你今天怎么跟妞妞在一起呀？不是你让姚倩倩去接的孩子吗？可她说没有时间啊。哦，姚倩倩说，她怕孩子出事儿，所以会都没开就去接妞妞了。结果接到妞妞之后，再给你打电话，就死活打不通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改天要好好谢谢倩倩。对了，静怡，今天不是你跟弟弟吃饭吗？怎么是别人送的你回家呀？小宝不是有事儿先走了吗？那个朋友的车又坏了，路上又堵车，就耽误点时间。老公，你可别多想啊。我是相信你的，可是老妈的性格你有了解，她难免会多想的嘛。所以以后这样的事情，还是别做了。知道了，老公，以后我会更加信任你的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被误解的感觉有多难受了。老公，后天就是我们结婚纪念日了，你想好怎么过了吗？我想想，反正肯定会给你个惊喜的。那好吧。妞妞，我才是你妈妈，我才是你亲生的妈妈。我是你妈妈，我才是你妈妈。喂，爸爸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妈妈给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妈妈，妈妈是爸爸。让你喝水喝了吗？喝啦。喂，老公。我还以为你忘了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了呢。谁能保证这么多年你没有看腻我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我马上就回去了。好，早点回来吧。嗯。妈妈，什么是结婚周年啊？就是6年前的今天，爸爸跟妈妈结婚了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啊？等你长得跟妈妈一样高的时候，就可以结婚啦。倩倩，你喝酒了吧？我像喝酒的样子吗？爸爸回来了吗？宝贝，你长得好漂亮啊！阿姨好喜欢你，阿姨好爱你啊！抱抱阿姨，抱抱阿姨，你弄疼我了，你放开！抱抱阿姨，阿姨喜欢你。倩倩，倩倩，你都把孩子吓着了，快起来，起来，你就把孩子走开！你还在装？你这个女人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虚伪的活着，你不累吗？倩倩，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？我是不开心，我最大的不开心就是认识了你。倩倩，你喝了多少酒？别打岔。是，你是不懂，像你这么自私的女人，怎么会理解别人的感受？
知不知道？这么多年，我每次只有这里疼的时候，才知道姚倩倩自己还活着。你干嘛？要可怜我？啊？我不需要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靠着你们叶家的同情和怜悯活着。难道现在，我还要靠你们叶家的怜悯和同情换取那么一点点爱吗？啊！我不需要！妈妈，你让他走，我不喜欢他。宝贝儿，别说那样。妈妈，你让他走。我这么说，阿姨心里好难受的。阿姨爱你。你放开我，爸爸，阿姨。倩倩小姐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老公，快送他回去吧。好，你放心吧，兄弟。来，小心。他这儿住在下渡路138号703房间。知道了。妈妈，好像是那个老巫婆的。上车！我不上，我不上！你疯了吧？这是我家门口，你要开闹是吗？看到就看到，我不怕！我求你，你抱抱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抱抱我，好难受。我知道。去你那边说好吧？我好难受，我求你了。去你那边说。我求你了，王姬，王姬。怎么还看电视？还不去睡觉？我还没吃饭呢。哦，妈妈去给你做。妈妈，饭不是已经做好了吗？哦，快来吃吧。你还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？跟你说了时机不对，时机不对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时机，如果你想说，任何时候都是时机。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，难道你要逞一时之快，这样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忍！你还要让我忍到什么时候？石个头，我快崩溃了，我快崩溃了。
你总是这样子。倩倩，你相信我，再等等好吗？我不等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不想。我知道你很难，你相信我好吗？你才是我的最爱。只是现在时机不对，时机对了之后，我一定告诉他，我一定告诉他。别骗我了，别骗我，别骗我了！你只会欺负我，你除了欺负我还能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去欺负他？倩倩，我也很难受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如果真的爱我，那你今天就别走了，你就别走，好不好？你别走，我求求你了。我有时候怀疑，你根本就不够爱我。没有，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太爱你，从来没有变过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还在意大利，你还是一名兼职的翻译，你穿得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是打工的。大家累的时候，你就躲在一边，那么的安静，那么温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肚子饿了，出去买东西吃，看到坐在台阶上的你，手里拿了块干面包，看你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。小时候，我家很穷，真的很穷。我妈经常去邻居家捡一些剩菜剩饭回来喂我。突然，我觉得你就是我心疼你，我想靠近你。你不仅仅是我世界上的最爱，你是我的胳膊，你是我的大腿，缺一不可。我怎么会扔掉我的胳膊和腿呢？除非我死了。不许胡说！现在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候，你忍心把我唯一翻身的机会都给毁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改，我可以改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妞妞。要是妞妞知道这件事情，她会怎么想？别担心，我会当一个好妈妈的。我相信你。
走了。嗯。早点休息。嗯。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，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。当太阳下山岗，我要赶回家，同妈妈一同进入甜蜜梦想。妈妈，我唱的好听吗？好，妞妞唱的真好听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你的脸怎么这么烫呀？妈妈没事儿，吃点药就好了啊。嗯。嗨，燕儿了，看以前啊，我还想住在城里，可现在呢，我觉得乡下好，那乡下空气又好又干净啊。哎，给你婆婆说，那地留着，看离我们多近，多好啊。他说了，让我10天半个月就去一回，拿点这些新鲜蔬菜回来，这全是绿色的，健康。都是好人。还有呢，静怡，你来看，我们从王燕婆婆那儿拿的新鲜蔬菜。怎么不理人呢？王总啊，叶小宝这样借钱，我看他不把他们家公司赔个精光，他不肯罢休。小声点儿，明宇，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。如果他垮了，公司就垮了，到时候我们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得不到。明宇，哎，尽量帮帮他。行，我明白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妈。儿子啊，你是不是和他又吵架了？没有啊。他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对了。啊，今天突然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放心吧，妈，一会儿我给金怡打个电话。啊，好吧。嗯。进来。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觉得叶静怡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刚才我给她打电话，她也没接。她是不是发现我们了？倩倩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昨天晚上有没有破绽？没有，是你太敏感了。也许是吧。倩倩，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因为现在才是最关键的时候。好吧。熬过这段时间，我们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于金找我打球。于金？他找你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这个老狐狸，我去会会他。喂，小宝，你姐还好吧？好，这么关心我姐。说什么呢？那天我不是去你家，她婆婆误会了吗？我说用不用解释一下？我都解释过了，没事儿。真没事儿？这样吧，我把我姐电话发给你，然后你自己问问她啊。哎，不用。是谁说真心相爱不必朝夕相守，忍受你给的寂寞，无怨无悔为你守候。他是否天真如我，相信你的永久，给你最多的自由，任你随意将感情挥霍。不要再给我承诺，你已经将我伤透，心碎得太彻底，面对明天如何继续？不必再说你爱我，如果爱不能长久，我不要一时的快乐，只希望真实的拥有已足够。你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有股女人香水的味道。你别生气呀，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。静，你开门啊！谈什么谈？哎，静怡，没事吧？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跟泼妇一样。他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他的妻子一定想不到，她老公会这么听话吧？静怡，来喝点水。嫂子，静怡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嗨，有事儿是跟我说。自从你嫁到我们王家呀，我就把你当亲闺女一样。有什么事儿跟我说，妈给你做主啊。对，还我呢。妈，我没事。是不是刚才那小子欺负你了？就是给你开车那个小子。妈，那个真的是小宝的朋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静怡啊，王静最近呢工作太忙了，没有及时的关心你。我呢，又没什么文化，就知道跟那些老太太瞎聊天，也没怎么关心你。这样，等王静回来，我好好跟她谈谈，好不好？行了，妈，你不说你就说一句嘛，这都说好几句了。我们先走。嫂子，我们走了啊。嫂子，哎，对，嫂子，哎呀妈，嫂子晕倒了。哎呀，那你冲我叫什么？赶紧打电话呀！119，知道。不对，114。知道。哎，也不对，太快了，我跟你说，打那个什么112。哎呀，静怡，
如果你还想当董事长，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，就算你多欠我一个人情。喂，燕子，怎么了？嫂子在医院，你赶紧过来吧，她晕倒了。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到。金姨，好点了吗？妈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妈妈没事的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我出去买点吃的。这个混蛋！王八蛋！混蛋！你这个不行的！妈妈，你家疼我啦！对不起，妞妞。来了，你最爱吃的。哎呦，我刚去热个菜，怎么又喝上了？快快快，别喝了啊！来来来，尝尝妈给你炒的菜。那来，你真的关心我吗？哎呀，看你说的，你是妈的亲生女儿，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妈能不关心你吗？就像6年前我没见过一眼的妞妞一样，我到现在一想起来就揪心的难受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能把养了10年的我抛弃，一走了之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倩倩，你看看我都不敢来了。每次一来你就说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你就不内疚吗？你也是生过孩子的人，你也体会过一个母亲10月怀胎有多么不容易。可你为什么把我的孩子给叶静怡？哎呦，倩倩呀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想想啊，你带着妞妞那个拖油瓶，怎么能出得了国呢？出不了国，能有现在的成就吗？妈妈都是为了你的幸福。错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我的眼里面只有钱。你知道我有多疼吗？知道我心里面有多疼吗？我生不如死，说的就是我。我现在，倩倩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倩倩，倩倩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对不起妞妞，妈妈该死，妈妈真的错了。我想我的孩子。我想我的孩子，我想我的妞妞，妈，我想我的妞妞。可是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去把妞妞抢回来吧？你不是跟王金商量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我要忍着，我要忍，为了我们的幸福。要暂时忍，可是，一想到我的妞妞，我的心就好痛，我好痛好痛，我快忍不下去了，我真的快忍不下去了，孩子别这样，我真的忍不下去，别这样，妈妈会心疼死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静怡，好了吧？
没事吧？嫂子，哥，妈煲了鸡汤，过来喝点呗。不喝了，我们在医院吃过了。他真的没事吗？他不会知道什么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，妈，没事，别担心。嫂子，你起来啦！妈做了早饭，要不要来吃点？哎，静怡，吃点早饭吧，还是热的。不吃了。嫂子，哎，呀拉我干嘛？让我问问他呀。问什么问啊？他还想说，你不问他也会说的。他那样子挺让人害怕的，吓得我话都不敢说了。好好伺候着吧。嗯。静怡，干嘛一定要在外面见面啊？你可以去找我。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怎么了，静怡？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看起来好可怕。我得好好看看你的长相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我都没有好好看过你。怎么了？你还是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是吗？对不起啊，那天我很抱歉，我是喝多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是想问你，我的老公。你老公怎么了？你说过，你觉得他有外遇，你了解多少？我只是随便说说的，我不知道你发现了什么，但是。一般男人出轨，只要他的老婆不是很笨，都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。是啊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姚倩倩，我只是想问问你的感受，和一个已婚男人交往，到底是觉得很快乐呢，还是觉得羞耻？
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天生一对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不像你说的那样子，我不是第三者。什么感情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是很刺激吧？但那是不道德的。姚倩倩，看在好朋友的份上，我劝你一句，放弃吧。他口口声声说爱你，但那都是骗你的。不，他一定会娶我，他一定会跟他老婆离婚的。你好天真，每个出轨的男人都会跟小三儿这么说。如果他想离婚，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离，而是消耗着你的青春，让你无望的等待？1年、2年、10年，女人的青春有几年？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，就会给她婚姻，给她一个稳定的家，否则就不是爱。你别对我说教了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倩倩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是关心你。好好想想，这个男人对你的爱到底有多少？全部。那对他的老婆呢？一点爱都没有吗？他烦他老婆烦得要死，听到声音都会烦。如果他这么烦他老婆，为什么不离婚？如果你是他的最爱，为什么不跟你名分？好好想想，你都为他打过胎，这样的男人真的爱你吗？你好好清醒清醒吧！够了，别再说了。我苦口婆心的在跟你说，听我的，放弃吧。喂，对，是我。开会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天生一对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不像你说的那样子，我不是第三者。他烦他老婆烦得要死，听到声音都会烦。如果他这么烦他老婆，为什么不离婚？如果你是他的最爱，为什么不给你名分？好好想想，你都为他打过胎，这样的男人真的爱你吗？你好好清醒清醒吧。魏明宇，现在有多少钱了？银行里有5000万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永远不会原谅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静怡，我总感觉你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，心里有什么事儿？你心里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就说出来嘛，憋着多难受啊！我的一个好朋友，老公出轨了，跟他最好的朋友。我劝了他1天，他好可怜，把自己的青春都献给了家和老公。是啊。女人很不容易，那她是装作不知道呢，还是离婚呢？我觉得，一般聪明的女人
都会装作不知道，否则就得离婚。干嘛离婚？干嘛装作不知道？要是我，你要怎么样？我就捅死他们，自己活不了，别人也别想活。人都有被逼疯的时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会怀疑我也出轨了吧？没有最好。神经兮兮。喂，喂，妞妞好吗？我想她了。妞妞挺好的。哎，倩倩，我怎么感觉她好像发现了什么？不会吧？总之是有一种感觉，她这2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哎，对了，她没跟你说什么吗？是你太敏感了，以她的脾气，一定会大闹一场的。过2天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想怎么给我过啊？我想想吧，到时候好好给你庆祝一下。谢谢你。想我吗？想，当然想。早点睡吧，晚安。好。爸，给您看看这个。那什么？这我上次说那个房子资料。哦，您看看是不是都像我说的，都是好房子、好朝向、好地段。爸啊，这真的能行吗？爸，您就信我一次行不行？不是，我都承认了，我服装确实做的没那么在行，但是房地产这事儿我上次也跟您说了，我研究了好长时间了，您就信我一次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行，打电话让姐夫晚上回家吃饭。您就想听听我姐夫的意见呗？我打去。喂，你好。好，我会告诉王静。拜拜。喂，是我。有事吗？我爸让你今晚到我们家吃饭，王静也去。好啊，去有回忆的地方，也是好事。你下了班就直接过去。
来了，恭喜小宝！哎，谢谢爸，谢谢姐夫。恭喜舅舅！哟，谢谢宝贝儿。哎，不着急喝，你们先坐，我讲两句。讲开场白呢啊。是。嗨，反正我挺高兴的。然后，我希望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尤其想谢谢姐姐还有姐夫，尤其是姐夫，谢谢姐夫支持我。来，咱干一个吧，姐夫。小宝，好好干。哎，静，你正在喝中药调理呢，不能喝酒。哎呦，姐，你让我们这些单身的活不活了？哎呀，你姐就这样，什么事儿啊都替你姐夫着想，哪怕是这么大点儿的小事儿，是吧，静怡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我们吃饭吧。静，你最爱吃的红烧大虾。哎呦，你看他们两个人还跟那个新婚燕尔似的，如胶似漆的啊。我们不是也一样？就是了嘛，羡慕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姐，我要找一个像你这样的，我想都不想，立马结婚。是吗？静，真让你赚到了。静怡，爸妈都在呢，不好。还害羞啊你？妈妈，我想吃虾。你也想吃虾呀？好的。倩倩，那黄鱼特别好吃，张妈的手艺，尝尝。爸，哎，来吃点青菜。哎，好，您血压不好。你都吃了，一个够吗？够了。这叫会干的不如会看的，会看的不如会生的。你哥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，全都白费了。哎，你说他们凭什么让叶小宝当董事长啊？他根本就没那个资格。哎呀，人家让自己的独子当董事长很正常嘛。你要开一个公司，你能不让我哥当啊？你哥为他们卖命啊，比做苦力好不了多少。哎，你说你哥那么能干，有谁在乎他呢？他现在呀是圣恩脚下的泥土。我说你哥，他现在要是处境好一点，也不用忍受这种不公平了吧？啊？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啊？妈，你的意思是我吃苦就是应该的，对吧？你能和你哥比？妈，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不是，你是我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。王姐，我让你上来就想跟你说，小宝说的这个房地产项目啊，你真是要帮我盯紧一点。小宝是立功心切，当然他也是好心啊。可是我必定觉着他生意上的经验不足啊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。其实，王姐，公司我原本是想交给你的，可是你知道咱们中国人，爸爸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应该信任我。你要是再解释的话，就真的伤我心了。那好，那爸爸只能是那句话了。真的感谢你，孩子。爸，爸，我给你倒水去吧。哦，好，我吃药。静，我有话跟你和倩倩说。倩倩，跟我来一下。那怎么跳啊？文彤，给爸爸倒点水。快点，叫一个。不行，快点。你不找我，妈妈。你呀，你刚才是根本就……老公，让你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工作，是不是你觉得有些不舒服？怎么会呢？当时是我求倩倩来帮你的，回头一想，我觉得自己有些多管闲事。你不记得了吗？那个时候，你对倩倩很有意见呢。
我什么时候对倩倩有意见了？当时你听说倩倩跟一个已婚男子在交往，你说她道德败坏。对了，这是倩倩在我们家吃饭之后，你们第一次见面吧？倩倩，是。我老公对你好吗？老公，你有没有欺负倩倩？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这你是知道的。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们就像亲姐妹一样，对吧，倩倩？对。那么，老公，以后对倩倩要像对文彤一样，像对小姨子一样。把我比作小姨子，有点奇怪吧？怎么会奇怪呢？我们8岁就在一起，说我们更像一家人才对，而不是朋友。倩倩，我们的友谊很特别。老公，你记住了吗？我们跟倩倩是一家人。倩倩，你记住了吗？静怡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就不送你了，路上小心。静怡，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你脸色也不太好吗？是不是我跟姚倩倩说了你对她的看法，你不高兴？不高兴？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可我跟你说过，她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。那你自己管吧，我没有时间管这些事情。她不听我的，还在跟那个已婚男人来往。那个男人的老婆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饶不了他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那个男的也真够坏的，让倩倩怀了孕，还伤害了自己的老婆。他光图着现在快乐，就没想想将来怎么办呢？听说那个男的还有孩子呢。不如你劝劝倩倩，让她及时收手，以免伤得太深。不是，静怡，我怎么劝呀？姚倩倩是你的朋友，不是我的朋友。再说了，就算她是你的亲妹妹，这是人的私生活，我怎么管呢？妞妞，妈妈不会让你没有爸爸。怎么不接我电话呢？你跟叶静怡过得不是很幸福吗？还管我干嘛？我是死是活，跟你没有一点点关系了吧？还真的生气了呀？你傻不傻呀？我是很傻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去了以后会告诉他们我们2个人的关系，然后告诉他们妞妞是我的孩子？
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又来了，别再提这些了。我就在你们的面前，眼睁睁的看着你和别的女人好，然后自己的亲生孩子不能相认，我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倩倩，冷静点。我没有办法冷静，让我怎么冷静？我每天一闭上眼睛就是妞妞，一睁开眼睛还是妞妞，我有多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姚倩倩，不好意思，继续。难道是姚倩倩抢了叶静怡的男朋友？不对呀，明明是叶静怡抢姚倩倩的男朋友啊！我怎么会同情一个第三者呢？你吓死我！你干嘛呢？没干嘛，这你看一下。你自己处理，把手出去。哎，静怡，回来了。怎么爱看这种杂志了呀？娟子帮我找了份美容顾问的工作。你待在家里挺好的呀。好吗？你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吗？你想出去也行，省着你待在家里，天天胡思乱想的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我得出差，你帮我收拾收拾。好。少带点儿，我几天就回来了。到了地方，别忘了给妞妞打个电话。喂，文彤，姚倩这几天在干嘛？应该很忙吧？这几天她有记者招待会。怎么了，姐？哦，我没事儿，我有件事想请她帮忙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电话给她吧。拜拜。静怡。啊，娟子，不是说明天才面试吗？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不吃午饭的时候吗？那个美容老师胃肠炎犯了，所以老板让我请你来了，就直接上去，然后给他们教课。好久没工作了，我好紧张。没问题的。好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嗨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那个上次病好了？早好了。哦，对，那个烫伤好了吗？没留疤吧？没有，没事儿。谢谢你还记得这事儿。那个，干嘛呢？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娟子。这是我好朋友于馨香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我名片。他就在这儿工作。对，在上面。啊，你是佳美集团的呀？我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女子会所，改明儿静怡也会在那儿上班。哦，是吗？是，在家闲着也没事儿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们先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啊，好的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哎，别看了，都王静了，走啦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附近有个超市打折特厉害，今天我们上完课一定要去。好啊，你都给我推荐好多次了，我今天一定去。还跑这儿来买打折的东西，光打车费都20了。我就说你是个小妇人吧，要的就是个心情，占到小便宜的那种窃喜感。哎，
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你也真是的，你怎么不上前使劲扇他俩？娟子，别告诉其他人好吗？啊？这件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你没事儿？